末世10年，没死在丧尸嘴里，反倒成了流放的贩女。既然活了，这命我就自己说了算。末世的规矩只有一条，活下去，还要活得痛快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，要么去内陆给富商做妾作婢，要么配给边防军户。没人要的，一律放往后方杂役处洗夜香。官爷，我想好了，我愿跟张员外走。这小模样真好看。姐姐，妹妹去吃香喝辣了，你呀就等死吧！你那般清高，不如留在这儿，看哪个女鬼子敢要你！你这娇弱身骨，嫁过去怕是3天都熬不过去。体格健壮，气血旺盛，在末世，这就是最顶级的安全感。官爷，我选他！你疯了！那是个最底层的屯田大头兵，他穷的连件冬衣都没有。你嫁过去就是去等死的。我叫霍萧，是千户军营里的大头兵。我家穷，没彩礼，没砖房，我绝不打媳妇儿。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让你饿着。好，那以后我就跟你回家了。走，媳妇儿，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回家。假借蹄子，你就等着饿死在山沙里吧！饿死？拥有万兽亲和异能的我，能在这大山里饿死？简直是笑话！娘、爹、二弟、三哥，我把媳妇儿领回来了。老天爷呀，这么俊的闺女，真给我们当媳妇儿了！瞧这瘦的，一路上受苦了吧？老头子，快去烧火，把粗面换成细面。嫂子好漂亮，嫂子像天仙。孩子，到了老霍家就别再挨饿了。家虽穷，但只要有娘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的。末世5年，为了半块发霉的饼干，多的是背后捅刀的人。这一碗卧蛋面汤，反倒烫得人眼眶发紧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媳妇儿，这是我攒了3年的全部军饷，一共3两，以后我都交给你保管，家里你说了算。好，这钱我收下。傻大哥，把唯一的好被子留给我，自己却在这儿挨冻，守规矩成这样，倒叫人心里发堵。咋起这么早？天还凉，不多睡会儿？爹，我看看家里有啥活能搭把手。昨晚那碗卧蛋面汤，竟是霍家最后的口粮。婆婆和叔子们昨晚都饿着肚子，不能等了，我得去弄吃的。小家伙们，过来！好香的气息，比春天的虫子还香，好吃好吃。这个人身上暖暖的。吃饱啦，帮我办件事，去附近找找哪里有能吃的东西，肉最好，能填肚子的野菜根根也行。后山背阴坡，地下有长长甜甜的根茎，叶子枯枯的，还有只发胖花圆滚滚的蛋。胖花鸟是野鸡，田真尊是野山药。运气不错，开局就有收获。霍萧，媳妇儿咋了？是不是饿了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镇上找活扛包，肯定能换粟米回来给你吃。买什么饼？
拿上锄头，跟我去后山。不行啊，媳妇儿，后山荒得很，村里老猎虎都难挖到东西，还有野狼出没，太危险了。你细皮嫩肉的，伤着可咋办？我说去就去，你听不听我的？媳妇儿说啥我都听。那我走前面开路，你跟紧我。媳妇儿，要是找不到也没事儿，我下午多扛2趟包，怎么也能换回半袋粟米。放心，有吃的，就这货销，拿锄头往下挖。好嘞，嘿，嘿，这是野山药，这么粗的野山药，这得长了多少年啊！边关这地方，旁人连藤都认不出来，居然能挖到这么大的。别愣着，下面还有，全挖出来。媳妇儿，你简直是活神仙啊！别急，还有好东西。我去看看。媳妇儿，你这手飞石绝技，咱们营里千壮都比不上啊！你咋这么厉害？别愣着了，回家炖肉。哇，这是肉，真的是肉，还有这么多山药！老大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去干啥歪路了？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这么多好东西？啥歪路？娘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这全是我媳妇儿找到的。娘，我媳妇儿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福星，随便指个坑挖下去，就是几十斤山药，随手扔个石头就能砸中野鸡。咱们霍家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好闺女，好闺女，我们霍家这是积了多大的德，才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儿？老二、老三，快去烧水拔毛，今晚咱们吃顿好的，给你们嫂子接风。婉婉，你太瘦了，得多吃肉补补。老大今天出了大力，吃一只，剩下的碎肉骨头我们跟着尝尝鲜就行。嫂嫂吃腿，嫂嫂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娘、爹、二弟、三弟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肉就该一起吃。今天这顿只是个开始，以后只要有我苏婉在，霍家就绝不会再饿肚子。我不光要让你们顿顿吃上肉，还要让咱们住上全边关最宽敞、最暖和的青砖大瓦房。嫂嫂，媳妇儿，我霍销这条命，以后全听你的。算算日子，苏婉那个贱人在泥腿子家里，估计早就饿得皮包骨了吧。等明日我去军屯转转，我倒要看看他跪在地上求我赏一口馊饭的样子有多难看。苏瑶，你最好别来惹我。我的万兽情报网已经铺开了，你敢找上门来，我保证把你那点底细扒得一干二净。这男人简直是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。你醒了，水我烧热了，你快洗把脸。娘在灶房热了昨晚的剩鸡汤，给你下了一碗面糊糊。在这连口热水都稀罕的穷军团，他倒把我当成易碎的珍宝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这住的是什么狗窝啊？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。这风一吹，不得塌了？姐姐，妹妹我如今可是张府的贵妾，老爷心疼我，带我来边关收皮货。我寻思着你在这泥腿子窝里肯定熬不下去。喏，这些都是我们家下人吃剩下的，拿去吧。只要你跪下来求求我，叫我一声好妹妹，这些东西够你和这个穷当兵的吃上10天半个月了。苏大小姐，要是过不下去，本老爷后院还有空房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哪里来的野狗敢在老娘的院子里狂吠，送粮食？拿着一筐发霉的猪食来恶心谁呢？我呸！我家娇娇媳妇儿昨晚吃的是5斤重的大野鸡，喝的是老母鸡汤。你拿这些下人都不吃的臭肉来寒碜我们，还想让我儿媳妇跪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上赶着给老头子做妾的玩意儿，也敢来正头娘娘面前耀武扬威！你这泼妇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来送粮食的，我们家老爷可是大商户。
你胡说！你们这群穷军户怎么可能吃得出野鸡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！张老爷，你看这群穷鬼还不识好歹！滚出去！再敢对我媳妇儿一句不敬的话，我扭断你的脖子！坏人，骗子！那个大车里只有上面一层是好麦子，下面全都是发了霉，还藏着好多死老鼠。难怪敢大张旗鼓来军团，原来是拿便便毒粮冒充军粮，骗朝廷的饷银，打得好算盘。妹妹说的对，张老爷确实是个大商家，大到敢拿发霉的毒米来充当军粮，骗取朝廷饷银。你个黄毛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可是上等的经脉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疯女人拉开！我看谁敢动我媳妇！那么伤，那么远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恼。来人啊！抓奸商啊！有人拿毒米毒害边防军了！这不是真的！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千整大人，这二人携带发霉毒米冒充军粮。好大的狗胆，敢在我的地盘发国难财！来人，把这奸商和同伙全部拿下，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马车和物资全部充公。都是这贱人，是这贱人！说边关人好糊弄，官爷兵谏呀，都是这个毒妇支持我的。这泥腿子的土窝，看来你是没资格住，大牢里的干草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走。好小子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要不是你媳妇儿眼尖，咱们军营这次可要吃大亏了。这批物资充公，本将做主，赏你10斤白面2两银子。多谢千种，都是我媳妇儿的功劳。我就知道，我这娇媳妇儿是个有大本事的。今晚娘给你包纯白面的饺子吃。这点钱，盖青砖大瓦房还远远不够，却是个不错的启动资金。老大，我们知道后山的悬崖上藏着会发光的好东西。霍霄，吃完早饭把背篓准备好，拿上柴刀和绳子，媳妇儿带你去干票大的。是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走我身后，踩着我的脚印走。这深山里常有野猪和黑熊出没，万一遇到危险，你千万别管我，拼命往山下跑，知道不？有我在这满山的野兽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媳妇儿，别动，有动静。好痛，腿要断了，救命！霍霄，跟我来。啊，原来是只狐狸。媳妇儿，这狐狸皮水光溜滑的，剥下来刚好冬天给你做个围脖，暖和暖和。说什么呢？去把寿家台掰开。哎，好。这非人的恐怖怪力，果然是天生的战神魔子。谢谢仙女，好舒服，不痛了。这狐狸成精了，怎么还跟你撒娇呢？它平时见人可是咬人的。小家伙，这山里哪里有值钱的好东西？带我去。媳妇儿，他好像要带咱们去什么地方。仙女，这里有吸了很多天地灵气的老树根。霍曹，快过来！媳妇儿，这不就是根野草吗？有啥稀罕的？野草？这可是吊命的神仙药，这是100年以上的极品野人参。不仅如此，你看旁边这一片是极品野生3七
37可是边关将士止血治刀伤的无价之宝啊！媳妇儿，你没看错吧？这东西在咱们大越朝，那可是进贡给皇上的贡品啊！错不了，快拿柴刀把周围的干木清理掉，千万别伤了他的根须。断一根须，价钱就要跌去一半。我这个老天爷，媳妇儿，这玩意儿怕是能买下咱们整个边防军屯了吧？这不是普通的草药，这是霍家彻底跨越阶层、逆天改命的敲门砖。小家伙，谢了。以后有好东西，随时来山下找我，管你肉吃。媳妇儿，我霍萧这辈子就是给你当牛做马，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。你不仅不嫌弃我穷，还给咱们家带来了这么大的福气。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，谁敢伤你一根头发，我把它剁成肉泥！傻样，我是你媳妇儿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走，下山回家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城里最大的药铺。这株百年人参，我要让它卖出一个惊破10的天价。霍家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苦日子，终于要彻底熬到头了。媳妇儿，你挨着我走，镇上人杂，别被碰着了。就是这儿了，走吧。去，要饭去别处要。哼，咱们百草阁的门槛也是你们这些穷军户能踩的。切，今天没剩饭，施舍给你们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极品野生37。要是你做不了主，就把你们掌柜的叫住。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叫掌柜的。媳妇儿，你刚才可太威风了。好东西，全是10年以上的野生37。小娘子，这37我全收了，给你个高价50两银子，如何？孙掌柜，这37不过是天头罢了。我今天来是想和百草阁做笔真正的大买卖，只怕这大堂人多眼杂，护不住这把。小娘子快人快话，请到内堂奉茶。这是炉头完整，珍珠疙瘩密集，这参须竟然一根都没断！天爷呀，这至少是200年年份的极品野山人参啊！小娘子，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这等仙物啊？从哪来的，掌柜不必打听，你只说百草阁能出多少银子。小娘子，老朽绝不欺瞒你，这等品相的参黄，若是送到京城献给达官贵人，至少价值2000两以上。但边关偏远，运送风险极大，老朽现在能调动的全部现银只有800两。成交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其中50两换成散碎银子和铜板，剩下的800两全部换成全国通兑的银票。好嘞，小娘子痛快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请慢走。行了，别紧张了，放松点。走，媳妇儿带你去花钱。掌柜的，上好的精白面给我来200斤，新打的碧糙免来100斤，豆油、香油、井盐、酱醋一样来10罐。伙计们，备货！老板，这半扇猪肉我全包了，那5扇排骨，还有这10只肥鸡，全部装车。老板，这最软和的细蛮布，红色、青色、深蓝色各来3匹。上好的棉花给我称50斤，我要做5床最厚的过冬棉被。这批锦缎也包起来，我要给我夫君做一身新衣裳。媳妇儿，我一个粗人穿什么锦缎啊？别浪费钱。闭嘴！我的男人就得穿最好的。掌柜的，
我要订购盖一座5间大正房，带东西厢房的青砖和灰瓦，木材全要上好的红松木。3天内给我送到10里外的霍家村。夫人放心，保证按时送到。我的天爷呀！那是半扇猪肉吧？那是白面啊，整整2、3大袋子精白面。霍家这是发了什么横财了？这是把镇上的铺子都搬空了吧？老大，婉婉，你们这是？肉，嫂子买肉了，好多肉啊！娘，你快看，好多肉！娘，爹，我媳妇儿带我在山里挖到了100年野人参，卖了850两银子，咱们家有钱了，不用再挨个受冻了。媳妇儿还订了青砖大瓦，下个月咱们就盖新房子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婉婉，你就是我们霍家的活菩萨呀！我霍家到底是修了哪辈子的福气，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儿媳呀？娘，快起来，好日子才刚开始呢。2弟、3弟，去拿盆来。哎，今晚嫂子给你们包排骨大包子，再炖一锅红烧肉。真是邪门了！前2天那霍家的穷军户，听说今天在镇上大包小包往家搬，又是猪肉又是白面的，好像发了大财。苏婉那个贱人，竟然还敢发财！哼，穷军户突然有这么多钱，指不定来路不正。咱们既然能栽1次，就能栽第2次。等咱们出去，非得让他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不可。放我出去！我是京城苏家的大小姐，你们敢管我？别嚎了，还没看明白吗？千鼠拿了那泥腿子的好处，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整。老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难道我们就在这儿等死？我今天听送饭的一族说，苏婉那个贱人在山里挖到了100年人参，卖了整整850两啊！他今天拉了满满1牛车的细粮和绸缎回村，凭什么那是我的？他一个发配的贱民，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850两，老头大哥，帮我带句话，给城外黑风寨的独眼龙，就说霍家村那个姓霍的泥腿子家里有850两现银，还有半扇猪肉和无数细粮，让他今晚带兄弟去劫了。事成之后，钱全归他。我只要他们把霍家满门男丁宰了。至于那个叫苏婉的女人，让兄弟们好好伺候伺候，卖到最下等的暗窑子里去。对，杀了他们，让那个贱人生不如死。敢跟我斗，我要让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的亲娘哎，我活了50岁，头一次见这么多钱。婉婉啊，这钱你快收好，可千万别被人看了去。娘爹，明天砖瓦厂的人就来盖房子了，等房子盖好，我打算把村东头那片靠着河的50亩荒地全买下来。我看了，那地方虽然长满杂草，但土质不错，水源也近。咱们家既然要过好日子，就得有自己的田产和营生。买，媳妇儿说买啥就买啥。那50亩荒地虽然难开垦，但我有一把子力气。我白天在军营操练，晚上回来翻地，绝不让媳妇儿累着。胡说，50亩地，你想累死自己啊？开荒的事，我自有不用人力的妙计。仙女，有一群拿着长长亮亮铁片的两脚货，正偷偷摸摸的朝你们家过来了。他们身上好臭又杀气，一共10几个人。黑风寨的土匪财帛动人心，果然有人按耐不住了。只不过敢来打我苏婉的主意，简直是找死！这片山林最强的狩猎者，听我号令，下山！嗷，香香的仙女，您叫我。小白，有坏人想来抢我的肉，带你的兄弟们去我院子周围潜伏好。只要他们翻墙进来，别咬死，给我狠狠的撕碎他们的手脚。事成之后，明天我请你们吃大肥猪排骨。老大，就是这儿，那大马车就是停在这院子门口的。听说里面有800多两银子，还有个跟天仙一样的娘们儿。兄弟们，男的直接剁了，女的和钱带走。
这穷军户吃的比咱们山寨还好，今天真是来对了。老大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狼，哪来这么多狼？救命！我的腿断了！老大救我！谁敢动我媳妇儿，老娘活劈了你！爹娘，别怕，这些土匪想翻墙进来抢劫，刚好咱们后山的山神显灵，派了狼群来帮咱们看家护路。多谢山神保佑！多谢山神爷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，我就让他们把你的肉一口一口撕下来生吃。我说姑奶奶，我说是大牢里的张员外，还有他的小妾苏瑶，是他们用100两银票买通狱卒传的消息，让我们来杀你们全家。这个毒妇竟然还敢在牢里作妖！媳妇儿，你退后！我现在就去大牢把他脑袋拧下来。杀他，那太便宜他了。霍霄，找绳子把这群废人全都捧起来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去一趟千祖营帐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苏瑶和张员外彻底把牢底坐穿，秋后问斩。小狼，今晚带兄弟们在院外守着，明天我兑现承诺，给兄弟们加餐排骨。谢谢仙女。媳妇儿，你连狼都能使唤，以后我要是惹你生气，你不会让他们咬我吧？你敢惹我生气试试？坚决不敢！媳妇儿指哪儿我打哪儿。霍霄，这不是盘踞在黑风寨的独眼龙吗？这群悍匪连官军都头疼，你一个人把他们全挑了。回前盾，不仅是我，主要是我媳妇儿的功劳。这群土匪昨晚翻墙想抢劫杀人，被我媳妇儿，被我家的看门狗教训了一顿。大人，这不仅是一桩抢劫案，更是大牢里的张员外和苏瑶蓄意买凶杀人。他们企图杀害军户男丁，凌辱边防军家属，罪证确凿，请大人明断。反了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反了天了！在我边关大营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敢买通狱卒，勾结山匪，暗杀有功之臣！来人，拿我的军令，立刻提审张员外和那个毒妇苏瑶，胆敢毒害军需，勾结土匪，按大罗军法立斩无赦，全家抄没！不可能的！黑风寨的土匪怎么会失败？苏安，你这个贱人，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张氏、苏氏罪恶滔天，死不悔改，剥夺一切家产，判处秋后问斩，押入死牢，带50斤重虾，每天受鞭刑20，直到秋决。大人饶命！姐姐救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走吧，霍霄，家里还有正事要干。好嘞，媳妇儿，咱们回家。村长叔，村东头靠着河边的那50亩荒地，我全要了。婉婉丫头，你疯了！那50亩地底下全是石头疙瘩和硬黄泥，村里的老黄牛拉断了犁头都离不开。你买下来干啥？种草都长不活呀！媳妇儿，那地确实硬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哪怕把手泡出血，也给你翻出来。村长叔，您就别管了，帮我搬地契就行。今晚咱们趁着月色，先去开2亩出来，绝不能耽误媳妇儿种地。全给我把锄头放下，烧水洗澡睡觉。今晚谁都不许去地里啊！那地怎么翻？50亩地靠人刨，要刨到猴年马月去。我已经请了一支专业开荒施工队。深山的野猪王何在？带上你的族群，速来见我！仙女老大，俺老朱把全家老小都带来了，你有啥吩咐？看到这50亩地了吗？今晚天亮之前，带着你的子孙们，把这片地全给我拱了，要拱得松松软软，深度必须达到1尺以上。
底下的草根全归你们吃，顺便多留点原生态肥料在地里，明白吗？是，小子们，干活啦！哎呦，睡过头了，媳妇儿的50亩地还没翻呢。爹娘，这是咱们昨天买的那片荒地吗？老天爷显灵了，肯定是老天爷显灵了！一夜之间，50亩硬地变成了熟地呀！这得是天兵大将下凡帮着翻的地呀！媳妇儿，你请的施工队，这地翻的比牛耕的还好，你就是咱们家的活神仙！放我下来！娘爹，地已经翻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种植让全天下都眼馋的极品粮食。我要让这50亩地变成咱们霍家最大的金库。霍霄，去把镇上买的农具拉过来，2弟、3弟，你们负责在前面刨坑，相隔1尺一个坑。是，嫂嫂。娘，你们负责在后面掩土。好嘞，媳妇儿，你就坐在这树荫上监工，粗活全交给我们。媳妇儿小心，哪来这么多鸟？别啄着你！别慌，这是我雇的自动播种机大队，小家伙们开工了。每只鸟每次挑1粒麦种或1块土豆，精准扔进坑里，不许偷吃。干完活，我请你们吃最甜的果子。哥，嫂嫂她到底是哪路神仙下凡啊？连天上的鸟都给她干活。看什么看？赶紧刨坑，别耽误你嫂子跟神仙借来的神鸟播种。这是咱们家的地，这天菩萨，快来看呐，发芽了！不仅发芽了，麦苗都长到半尺高了，那土豆的叶子绿得直冒油啊！这哪是边关能长出来的东西？老天爷，这麦苗粗壮的像树枝一样！婉婉，你真的是神仙，你救了咱们全家，救了整个边关啊！娘，这才只是开始。这产量得有多高？来人，拿秤来，立刻给我称1亩地的产量。报告将军，这1亩极品冬小麦产量1200斤，这1亩超级土豆产量8000斤。大越最肥沃的江南水兵，亩产也不过400斤。这麦子翻了3倍，土豆更是翻了10几倍。这是神迹，是能救边关10万将士命的神迹呀！好，霍霄，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有了这些高产粮，我边关10万大军再也不用饿着肚子打仗。苏娘子，本将代表边关10万将士，谢过苏娘子活命之恩。这50亩地的粮食，军营全包了，按市价2倍收购。以后你霍家的地就是军管种地，谁敢动一下，杀无赦！将军客气了，霍霄也是穿合身带扣衣服的男性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媳妇儿，今天镇上的兄弟说，最近有不少外人打听咱们家的神种，鬼鬼祟祟的，怕是没安好心。放心，我早有防备，敢伸手，就得有被打断手的觉悟。大哥，只要偷出那神奇的土豆种子，咱们带去别国，能换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动作快点，那娘们再神，晚上也得睡觉。狼群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狼看守粮仓？小白，
别哑死，弄脏了咱们的粮仓。压着他们，别让跑了。明天一早挂在农场大门外的木桩上，顺便给镇上那些眼红的人提个醒。哼，我霍家的农场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我的娘哎！霍家农场居然有狼群守着！哪是普通狼群啊！你看看那队形，分明是神仙狼骑卫。这苏娘子根本就是下凡的神仙。从此以后，边关多了个家喻户晓的传说。那位曾被流放的罪臣之女苏婉，早已成了边关之地无人敢犯的无冕女王。媳妇儿，是最高级别的嫡系警报，北敌10万大军压境了。老大，去吧，守住边关，别给咱们霍家祖宗丢脸。家里有我和老二、老三，拼了命也会护着婉婉。苏婉，情况有多糟？很糟，千寿大人传来密报，这次北敌不仅倾巢而出，还带来了一只极其恐怖的猛兽营，那是北敌用秘术驯养的战熊猎豹，甚至还有刀枪不入的披甲战象。咱们边关军前几年被贪官克扣，极度缺乏上好的战马，步兵对上骑兵和战象，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。缺战马，多大点事儿？你带兵去城门列阵，给我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后，我送你一支全天下最无敌的铁骑。好，媳妇儿说有就一定有，我霍萧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，也绝对拖到你来。天空之王海东京何在？王，小海在，你有何吩咐？去，用你最快的速度，在边关300里内搜索，寻找最强壮、最烈性的野生马群。是。王，往西50里的落日沙谷，有一群极品汗血野马群，头马是一匹黑色的龙驹，脾气可暴躁了。好。小黑，带你的族群跟我走吧，有吃不完的极品金饲料，还有灵泉水喝。作为交换，你借我夫君骑乘几年，带着你的兄弟们建功立业，如何？仙女给的饭太香了，成交。大越的病夫们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放猛兽营，给我踏平这座城！将士们，准备肉搏，死战不退！就算死，也得拉10个垫背的！那是传说中的汗血龙驹，500匹，整整500匹极品汗血好马呀！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霍香，上马！我苏婉的男人怎么能骑那种连战象都怕的烈马？你就是天上下凡的9天玄女！将士们，换马，随我杀！有几匹好马又怎样？在我的猛兽营面前，一样是肉泥！是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停下了？给我继续冲啊！杀！我媳妇儿已经把路铺好了，全军出击，攻打落水狗！杀！不要过来！我是北狄皇子，你敢？管你什么皇子！
敢惊扰我媳妇儿休息，老子今天一个也不放过！媳妇儿，敌将在此，这场仗是你打赢的。护国神女，护国神女，护国神女，护国神女。媳妇儿，你今天真美。等皇上的赏赐下来，我一定要给你办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这便是神女的护院灵兽。钦差大人莫慌，我家小白他们通人情，不咬好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边关千户获销，有升天保教之功，特封为正二品镇国大将军，世袭网帖，赐虎符，统领西北30万大军，赐京城大宅1属，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，霍门苏氏苏婉，献神种，救万民于饥荒，遇万寿，挽狂澜于既倒。此乃天佑大悦，功在千秋。朕特封苏婉为正1品护国神女，赐9叠凤冠霞帔，谏官大3级，入朝不屈，再报不明，将西北6州商路盐铁之权尽归神女调配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护国神女，护国神女。媳妇儿，你今天真美。等皇上的赏赐下来，我一定要给你办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这便是神女的护院灵兽。钦差大人莫慌，我家小白他们通人情，不咬好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边关千户获销，有升天保教之功，还带着咱们全家吃饱穿暖，挣下这天大的家业。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折煞我了。这一拜是你当得起的，婉婉，你记住，以后在这个家你就是天。霍萧要是敢对你有半分不好，敢多看别的女人一眼，娘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活劈了他给你出气。娘，咱们霍家的家规第1条，媳妇永远是对的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。媳妇儿，你真好看，比仙女还好看。媳妇儿，当初我说过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不让你挨饿。现在，我把大越朝最锋利的刀和最多的钱全交给你。以后，你在外头呼风唤雨，我在家里给你牵马坠镫，给你暖被窝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还等什么？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还是在人海中。大黑，冲啊，去帮爹爹踩泥巴！媳妇儿，这新品种真甜，你尝尝。这才是种田文大女主的终极爽感啊！没有内耗，没有极品，只有全员助攻的搞事业和最纯粹热烈的偏爱。我苏婉凭着一双能听懂兽语的耳朵，在这个古代不仅建起了天下第一的商业帝国，更收获了全天下最无敌最暖心的神仙婆家。
这辈子值了。